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喽！万万没想到，阅女无数的王校长竟让一个叫孙一宁的女网红反杀了。情场老手翻车翻得猝不及防，国民老公一夜变身国民舔狗，捎带贡献了一波舔狗真言：宝，我去输液了，输的什么液？想你的液。这确定是那个女友无数的王思聪吗？可即使这样，也没有得到女神的芳心，还被骂了个狗血喷头。首先声明，姨太不是校长的黑粉，但是看到他被骂得这么狠，竟然觉得很爽是怎么回事？他难不难受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场大战看的是真爽。咱们先来捋一捋这场大戏。最开始是因为王思聪在社交平台点赞了网红孙一宁的黑料，就在大家坐等好戏的时候，女主角带着18米的长刀出现了，上来就是正面 battle。到了15号凌晨，她在直播间忽然痛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点名王思聪：王思聪，你凭什么逼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说完就在社交平台发文骂王思聪是疯狗。王思聪天不怕地不怕，怼遍娱乐圈自然不会吃亏，称睡醒了就要爆孙一宁的料，孙一宁直接来一句疯狗来，还说有本事让我死，高能喊话一波接一波，姐妹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就在孙一宁疯狂输出的同时，王思聪又气冲冲跑到评论区留言，希望更多人能看清他的真实面目。可是还没等王思聪爆料，孙一宁就先下手为强，爆出了一段小作文和一长串的聊天记录。聊天记录一出，全网沸腾。孙一宁有没有被黑咱不知道，但王思聪这边倒是闹出不少笑话。毕竟上到鹿晗、杨幂，下到不知名小狐星，王思聪可是一个都没放过，活脱脱的一个毒舌公子哥的形象。可谁能想到有一天他会变成这样，土味情话疯狂输出，上一秒还是玛丽苏男主，下一秒又变成了霸道总裁。思聪，你究竟有多少身份是我们不知道的？看完前段，大家已经笑疯了。如果不是这些聊天记录，大家谁也不会猜到花花公子王校长会有如此做作的一面。一时间，叱咤娱乐圈的王校长变成了全网的调侃对象，有人提取他话里的精华制成王思聪名言，还有人开设话题咨询网友：你们觉得王总是舔狗吗？到目前为止，相关问题下大约12.9万人选择是。也有人发表了这件事的心得，不是非得被小王糟蹋才能红，狠狠的糟蹋小王更能红。更有人发挥才能制作王思聪表情包，卖萌型、搞怪型、实用型、怼人型。王校长可以说凭一己之力掀起了娱乐圈的吃瓜狂欢，各路才子才女齐发力，歌迷原唱翻唱一一就位，加班加点赶制出了各种歌曲版本。此刻还在看视频的姐妹们，快检查一下你们的朋友圈是不是被王思聪这股旋风刮过。就在大家狂欢之际，王思聪按耐不住了，直言要放大招。既然孙一宁爆聊天记录，他也爆。相关记录有点多，姨太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大概是说：一、孙一宁搞 CP 圈粉；二、孙一宁在私信里暗示他你想怎么样我都可以；三、王思聪与他暧昧过；四、两人撕逼。不过这点料对比孙一宁的料是在小巫见大巫。看到相关爆料，孙一宁一点也不怂，还转发了，配上2个字哦哦。这事儿大约闹了4个小时，最爆的一条热搜撤了。果然资本家的力量是庞大的。接着女方的直播账号被封了，过了几个小时又站出来澄清账号不是王思聪找人封的，还表示自己暂时安全。看到这儿，不了解全过程的人可能会站女方，王思聪一时间被全网讨伐，他自己估计怎么也没想到，本来想要锤人，反倒被对方锤出舔狗标签，一连几天被挂上热搜，接受全网群嘲，现在只能在朋友圈骂街泄愤。其实王思聪和孙一宁的恩怨纠葛早在4年前就已经开始了。王思聪的泡妞史不用多说，懂的都懂。孙一宁呢是风靡一时的网红，长得美，出圈早，最红的时候还是2016年到2017年，那会儿她18岁，清纯动人，有网红狙击手之称的王思聪自然没有错过，早就关注了孙一宁。当时她的网名是我又杀猪了，这也是王思聪骂她杀猪女的原因。时隔4年换了 ID 再回归，又掀起了血雨腥风，只是这次还惹上了王思聪。4月份，王思聪以吴亦凡为名给直播的美女们刷礼物，刚巧进了孙一宁的直播间，还豪掷10几万刷礼物，帮孙一宁迅速冲到保守。刷完以后，突然记起这个孙一宁正是当年的我又杀猪了，在同一个地方刷了2次，换谁都不能忍啊，更别说是阅女无数的王校长了。他那个气呀，刷屏怒骂孙一宁，自己做的事儿转头就忘了，把孙一宁逼到停播。可这样一位长相清纯的网红却黑料不断，
有人爆料他在直播间戏弄残疾人，他还收了客户3000元却不发广告。再之后，他从网上销声匿迹。其实孙宁不但黑历史多，还疑似男女通吃。就像王思聪聊天记录里曝光的，他与另外一位女网红呜呜姐炒作恋情，同时也交往过一个对象小汪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让王思聪由怒生爱，又由爱生怒，折腾了4年还是得不到。看来资本也不是万能的，美女环绕的王校长也有舔而不得的一天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笑过之后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件事的背后，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王思聪曾借营销号的口表示认输，这样的认输实际上表明2个境遇，一种是王思聪确实没办法，实锤刀一宁是倒打一耙。要知道好面子的王思聪骂过网红，怼过明星，低头认输真的是头一遭。第二种是迫于舆论压力，大家都认为王思聪现在的问题并非是想要翻盘，而是得不到就毁掉，以至于形成了男强女弱的局面。公开指责王思聪的声音越来越多，迫于无奈，他也只能就此收手。网红举起手栽在女网红手里，怎么看都是件新鲜的事儿。可实际上，在王思聪和孙宁的事件中，更多的是女方的高智商。第一，孙宁先发制人，将自己摆在弱势群体中，表现出委屈姿态。通过这次王思聪和孙宁公布的聊天记录来看，两人有着长时间的交际，并且各自都曾单独寻找过对方，以此来确认两人的关系并非是毫无牵连，而是在某些事情上没有达到一致，因此反目成仇。事情曝光的第一时间，孙宁先是开启直播据理力争，喊叫王思聪得到大众共鸣，随后晒出证据，先发制人，直接艾特对方，大骂王思聪是疯狗，逼迫自己，将自己是受害者一方的权益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其实这个女孩很清楚怎样才能获得大众的同情力挺，将自己映照成为弱势群体。没有王思聪的家财万贯，没有他的能力通天，有的仅仅是自己毫不畏惧，敢与权贵做出斗争，引起大家共鸣。第二，王思聪追求自己无果，想要得不到就毁掉，晒出舔狗日常。当孙宁的先发制人，王思聪还没来得及回应，第二条证据就出现了。他准备出充分的证明，将两人聊天的时时刻刻分享出来，供网友品鉴谁对谁错。不仅有两人的聊天记录，还有长文解释来龙去脉。其实在这一刻，孙宁想要的共鸣已经彻底被激发出来，网友一边倒的嘲笑王思聪，而在看客眼中，孙宁在聊天中对王思聪骂骂咧咧，毫不退让，更像是不畏强权，树立出即使是小女生也不怕事儿的即视感。孙宁真的很聪明，聪明到让人以为他的身后有着专业的策划团队，有着挑起舆论争端的能力和手段，仿佛这件事情的出现更像是炒作，想要借助王思聪追求自己的话题，硬生生将自己推向顶峰。第三，替王思聪澄清误会，顺势表明自己暂时安全，博取好感。孙宁个人平台中有人说出这样一句话：颜值10分，智商5分。仪态看来，孙宁的颜值是10分，智商同样满分。正当两人隔空对骂的时候，孙宁深夜发文为王思聪辩解，坦言自己社交平台账号被封与王思聪无关，同时表明自己现在人身暂时安全。这一来一去之间，彰显出孙宁具备的高智商。其一，孙宁没有往王思聪身上泼脏水，拉了不少好感。其二，用暂时2个字强调人身安全，这4个字暂时安全用的何其巧妙，暗示所有人倘若自己有一丝一毫的问题，极有可能是王思聪背后出手，这样的后果就是王思聪完全不能贸然动他。第四，占据舆论制高点。孙宁害怕什么？他实际上什么都不怕，能够哭着开启直播喊骂王思聪，能够晒出证据实锤王思聪，这些都证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换句话来说，即使孙宁输了又何妨？不过是王思聪仗势欺人。如果他赢了呢，将会成为炙手可热的顶流网红。毕竟他是第一个能让王思聪吃瘪的人，还是王思聪唯一一个苦追4年跟在屁股后面还得不到的女人。这无形间的流量注定了孙宁赚得盆满钵满。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孙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那你真的太单纯了。经此一战，孙宁直播间人数猛涨，在线人数从之前的几百人涨到了63万人。王思聪呢，被耍得团团转，成为全网笑柄，谁输谁赢一目了然。话说回来，校长和狗还真是缘分匪浅，养着狗吃热狗有灵狗，现在又变成了舔狗，这是什么缘分呀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订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